算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在看我们的蜜月基金吗？梦琪，我算了一下我们在一起这3个多月的账。账？从我们正式成为男女朋友开始，3个月零7天，我们就按3个月算。你每个月工资15000，我3000，我们的总收入就是18000。所以呢？梦琪，我俩都是奔着结婚去的。现在的同居生活就是未来婚姻生活的演练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们的经济也应该是一体的。既然是一体的，我们每个月18000的总收入，我理应得到他的一半，也就是9000，而我的工资只有3000。所以，你每个月应该补给我6000块钱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平。而且，为了让我们的爱情更加完美，我们应该在成为男女朋友的那一刻就被视为一体，所以经济也得从那个时候开始算。所以按3个月算，你一共欠我18000。这感觉就像一只苍蝇卡在了喉咙里，咽不下去，又吐不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之前说好每个月各自拿出2000块作为共同的生活费，对吧？所以之前3个月你欠我的18000，加上这个月你该给我的6000，不对，我算错了，不能让你吃亏。算清楚了，你每个月应该补给我6000，3个月就是18000，然后这个月的生活费我们说好一人2000，但既然收入要平分，这2000自然也该从总收入里出，不用你再额外给了。之前你欠我9000，加上这个月生活费2000，一共是11000。老样子，转微信吧。梦琪啊，这是我表侄徐阳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话题多，多聊聊。你刚从公司赶过来，肯定累坏了，先喝点热汤暖暖胃，小心烫。喂，发什么呆呢？赶紧转啊！我平时工作很忙，忙着学习，忙着升职，忙着卷。跟前男友分手后，我已经有3年空窗期，我内心极度渴望有人嘘寒问暖。我觉得这个男人很体贴，就同意和徐阳交往。听了徐阳这番 AA 段言论，我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太少了。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快点啊！待会儿我还约了朋友打球。徐阳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既然要像夫妻一样预演生活，那确实得算清楚一点，这样才公平。就是嘛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讲道理的人。我俩同居，住的是我的房子，这房子是我辛辛苦苦工作，一分一分攒钱买的。你住进来，是不是也得给我一半的钱才算公平？我特意查过中介，我那个地段，50平的房子，一个月租金至少3000，3000的一半就是1500。我们同居了3个多月，按4个月算，你一共要给我6000块的房租。还有我的车，这车是我贷款买的高配版奔驰，为了去见甲方撑人面，首付我就大方点，不跟你 A 了，但贷款我们得 A 一下吧，就从3个月前开始算，毕竟这车以后是我们一起用，你也要做的对吧？每个月车贷8000，一半是4000，房租6000，车贷12000，加起来是18000，正好把你跟我要的11000块抵消掉，你还欠我7000。徐阳，你不仅从我这儿拿不到1分钱，还得倒给我钱，这下公平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既然要预演夫妻生活，2个人睡肯定不舒服，得换张大的。这张床我早就看好了，纯实木的，38000。这床反正也是我们俩一起睡，一人一半，19000，很公平吧？要不你先把这19000转给我，我马上下单买了。不然你去我那里住，总不能让你睡地板吧？看来你没钱，那就算了。
李梦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的意思很清楚，你得先把房租、车贷和床的钱给我，不公平就没办法同居。我天，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，这种男人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？还平分重收入，他怎么不说把首付的钱分他一半呢？我现在觉得我那辆奔驰的油门都嫌踩得不够狠，真想直接从他身上碾过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当初给你介绍徐阳那个程副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？本来还以为是领导赏识你，想给你牵红线，现在看来这是跟你多大仇啊？介绍这么个玩意儿来恶心你。喂，程副总，您找我是项目的事吗？坐吧。梦琪啊，项目的事儿不急。我一直觉得你是个稳重有担当的好女孩，所以当初才放心的把我们家洋洋介绍给你。还我们家洋洋，真够亲切的。程副总过奖了。年轻人谈恋爱有点小摩擦很正常，但你是个好女孩，我希望你对待感情能像对待工作一样有始有终，负起责任。责任？我负的责任就是给他侄子当提款机吗？真是牛不吃草强按头，这吃软饭的基因是家族遗传吧？程副总，您说的太对了。程副总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也觉得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没能给徐阳更好的生活，主要还是我能力有限，挣的不够多。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所以我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程副总，您看，自从玉姐调去林氏开拓市场，咱们市场部总监的位置不是一直空着吗？我要是能坐上总监的位置，薪水翻倍，奖金加成，那您侄子的生活岂不是能来个质的飞跃？我保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这种破格提拔，人事任命的决定权在总经理手里。行了，报告放这儿吧，我会看的，你先出去。好的，程副总，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。听说了吗？程副总把那个新来的实习生调到自己办公室当秘书了。程博远，我的公司不养闲人，更不养脏人。为了一个侄子儿，不值得再冒这个险，但是就这么算了，不可能。这么快就来了，肯定是程副总给前台打了招呼。梦琪，别生我气了，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乌鸡汤，快趁热喝。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，是我表达方式有问题，但我那样说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好。现在
都讲究男女平等，你也不想别人在背后说你是捞女，对不对？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的倒是天衣无缝。梦琪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今天公司没人上班的吗？保安在哪里？今天公司没人上班的吗？李梦琪，你疯了！你想让全公司看我们笑话吗？我跟你早就没关系，该看笑话的人是你。李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在这里骚扰我，影响我正常工作，请你们把他请出去。不是的，我是她男朋友，我们只是有点误会。前男友，立刻马上让他从我眼前消失。放开我！梦琪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李梦琪，李梦琪，梦琪是不是做的太绝了？我看他长得挺帅，还挺深情的。这么深情，那让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我特绝情？那我就让大家开开眼，见识一下这位深情前男友的奇葩 AA 制。他要求我俩的税后总收入加起来，然后一人一半。我月薪2万，他月薪8000，所以每个月我得倒铁查他6000。哦不，上个月我发了奖金，他让我转给他11000。我的天，还有这种操作？这不是 AA 制，这是扶贫吧？长见识了，这哪是找女朋友，这是给自己找个妈呀！梦琪，你做的对，这种男人就该让他滚远点。李梦琪，你自己看，城东陆总那个项目，客户刚刚打来电话说要暂停合作，项目负责人也要换掉。暂停合作？为什么？我跟了这个项目快3个月，进展一直非常顺利，眼看下周就要签合同了。问题要是在我们这儿还好办了。梦琪，你在公司里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尤其是不该得罪的人。总监，您的意思是，这个陆总是程副总多年的朋友，程副总打个招呼，人家能不给面子吗？梦琪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明白。这个项目没了，你今年的业绩就完了，奖金也全泡汤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太卑鄙了，这根本不是职场竞争，这是滥用职权，公报私仇。这个业务没了，我今年的奖金就全没了，这是在逼我。如果我不拿钱给徐阳花，就要让我也拿不到奖金。难道真的要为了这种人渣放弃我苦心经营的一切吗？难道真的要为了这种人渣放弃我苦心经营的一切吗？可是如果我跳槽，以程副总的手段，他肯定会在背景调查里使坏，我不能让我的职业生涯就这么被断送。我的李大组长，我拉你出来是散心的，不是让你把丧气从公司带到这儿来的。你看看今天来的帅哥质量多高，你能不能打起点精神？说不定就能找到正缘，正好气死那个软饭男。我现在哪有心情想这些，工作都要保不住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走，我带你去那边转转，坐着怎么可能有奇遇？是个环境，一天能在日程上你想想经历的人吗？唉。你好，我叫邹衍。你好，我叫邹衍，可以坐在这里吗？你好，我叫李梦琪，请坐。听你聊起项目管理，非常专业。我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，也是做实业的。最近他们公司就因为一些人事原因，暂时搁浅了一个大单子，他也很头疼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我那朋友姓陆，他们公司在城东工业区。陆总，
你说的是不是陆氏集团的陆总？对，你认识他。业务绝人之路，这简直是天赐的良机。邹先生，我能不能求你帮个忙？你说。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陆总？我想见他一面，非常非常重要。陆总，我知道这次贸然打扰您了，但是为了城西那个项目，我跟了3个多月，所有细节都了然于胸，临门一脚却突然被换掉，我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。小李啊，你的方案做得非常出色，能力我是绝对认可的，但这件事儿它有点复杂，你就直说吧，别让他一直蒙在鼓里，也让他彻底死心，好吧？是你们公司的程副总程博远亲自给我打的电话，他说你是他的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？是啊，我最近给公司的工作里算是给你个小小的其他人，让你别那么拼，多花点心思在你男朋友身上。强按牛头喝水吗？我明白了，谢谢您陆总，今天让您为难了。小李，说到底还是我武断了，实在抱歉。不过你放心，项目只是暂时搁浅，半年后重启，我第一个通知你。所以，你真的结婚了？结婚？我连他那个宝贝侄子手都没正经牵过。要不要和我谈恋爱？什么？你有了新的男朋友，那个程副总说不定就放弃把他的侄子硬塞给你了。谢谢你想替我解围，但我觉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躲避，而是直面拒绝。我不是在替你解围，也不是在开玩笑，我是真心想试着跟你交往的。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，其实我连恋爱都没谈过，我只是觉得你很好，我们也很聊得来，不如我们试一下，有空一起吃饭看电影，3个月后没火花就分开，可以吗？好。梦琪，别生我气了，上次是我表达不好，我也是为了我们好嘛。保安呢？今天没人上班吗？怎么什么闲杂人等都放进来了？梦琪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这段时间想来想去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什么？我还没同意分手，你这是劈腿，无缝衔接。你去相亲的时候，怎么有脸跟我说没分手？还有，给你免费科普一下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收别人挑剩下的垃圾。还有，给你免费科普一下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收别人挑剩下的垃圾。滚！哟，李大组长好大的脾气，人家虽然抠了点儿，但长得还行，配你是绰绰有余了，还挑呢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年纪了。哟，怎么会？说真的，小鱼，我觉得他挺适合你的。你什么意思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可是咱们公司程副总的亲侄儿，公司里的人私下都叫程副总什么二老板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龟婿，这是镶了钻的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。喏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怎么能独占呢？让给你喽。多吃点儿，看你为了项目的事，最近都瘦了。哪有？明明是跟你在一起，长了幸福肥。
看见没？离开你，有的是人把我当成宝。看了吗？程副总的侄子被我拿下了，以后我就要平步青云了，你后悔也来不及。那两个人为什么对着我们笑得那么奇怪？别理他们，那两个人有病。在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下严玉，他凭一己之力拿下了城西开发区的大单。谢谢总监，谢谢大家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我会越来越好的。严玉最近跟做了红箭一样，业绩飙升，他又傍上谁了？我看见他最近总往程副总办公室跑，他不会是傍上二老板了吧？他不要命了？不知道二老板是出了名的傍男人又怎么样？那也证明我有能力绑得住男人的心，不像有些人啊，就算有这个贼心，也没那个贼胆，因为压根就没男人看得上。梦琪姐，救命！你现在是去总办公送材料吧？帮我个忙好吗？把这封信顺便带给程副总。给程副总？是啊，他办公室就在总督馆旁边。我也想送，可你是没见那油腻老男人的眼神。每次我进去，他都盯着我瞧，像要把我生吞了似的，恶心死我了。行吧，看把你吓的。反正他有秘书，我把信交给秘书就行，也不用跟那个老男人碰面。大恩大德，千万别让他瞧瞧你，省得他又找借口跟你说些没油没盐的话。这时候掉了。孤儿，他竟然是孤儿院长大的，公司的人只知道他是靠老婆上位的凤凰男。既然是孤儿，那他哪来的亲戚，又哪来的亲侄儿？徐阳，程副总，这里面有宝藏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在总办公又发火，听是为了家里什么远房亲戚的事儿。他那个人看谁都一副教训人的样子，真以为大家不知道他那点底子。我也听说了，他平时最忌讳别人打听他。你说他这种对自己出身遮遮掩掩的人，到底在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怕这层皮被揭下来，他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梦琪姐，你也在啊？我们就是随口乱猜的。程副总离开孤儿院去念大学后，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切断了和过去所有的联系。难怪他这么提拔徐阳，难怪他口口声声说徐阳出身单亲家庭，甚至要把我介绍给徐阳。他以为消失了就没人能找到他。这封信是孤儿院寄来试探他在不在这家公司的。他离开孤儿院去念大学后，就如同消失了一般，再也不跟以前的人和事联系。瞧瞧，程副总又在那儿摆他那凤凰男的谱了。听说他当初为了往上爬，那是吃尽了苦头，对自己那点出身敏感的要命。可不是嘛，全公司谁不知道他是拼了命才飞出穷山沟的？不过好歹人家现在熬出头了，连远房亲戚家的侄儿都能给安排进来。这不，那个徐阳现在在他手下待得稳稳当当的。你们说徐阳啊，程副总对他确实像亲生的一样。李小姐是来送材料的吗？程副总现在正忙，可能不方便见您。没关系，我刚好也还有事儿。这是前台小雅托我带给程副总的信，说是挺重要的，麻烦你帮我转交。好的，等程副总打完电话，我第一时间交给他。辛苦了，请务必告诉程副总，这信在路上就不小心磕碰了一下，我已经帮他处理好了。梦琪，你今天这效率可以啊！以前这时候你不是还在那儿愁眉苦脸的算报表，就是被那个
某人催着早点回家做饭吗？分手后，我感觉日子又美好起来了，连这枯燥的报表看着都顺眼多了。早该这样了，离了那尊闲算盘精，你这整个人都在发光，工作顺手了，我看你连生活都有了期待。是啊，以前总觉得肩膀上压着什么，现在总算是能为自己活了。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也刚下楼。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市郊新开的一片草坪，那里的空气很清新。以前的周末除了加班就是睡觉刷剧，刻板又沉闷。那以后你的周末我包了。现在我很期待周末，你会开车带我去至郊散步？说起来真不可思议，我在于市上学工作了整整9年，我竟然一直没发现这里还有这样好的风景。风景一直都在，可能是以前的李大忙人眼里只有报表和某些不值得的人。也许吧，仔细想想，以前并不是没去公园田野逛过，只是没遇到那个聊不完、看不够的人而已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再给你讲个冷笑话。说有一只螃蟹在沙滩上横着走，另一只螃蟹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横着走呀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没带直尺。”太冷了，不过为了不冷场，我也得回你一个。听好了，说有一只北极熊拔了一根毛，说好冷，又拔了一根，说好冷，结果拔光了，变成了北极猪。两位别盯着电脑看了，再看电脑就要报警，说你骚扰他了。哇塞，梦琪姐，你现在这幽默细胞简直呈指数级增长啊！可不是嘛，大家最近都私下说你变了，以前你整天紧绷着脸，跟谁欠了你3000块似的，现在开朗多了，说话都带梗。那是因为我现在是单身贵族，呼吸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味道。工资到账，姐妹们，为了犒劳这段时间辛苦的自己，今晚我请客，梦琪姐万岁！说起颜玉，你们不觉得她最近有点奇怪吗？怎么了？前天中午我上天台想找个安静地方给客户回电话，结果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颜玉在那儿躲着，手里就攥着个干巴巴的白馒头在啃馒头。她不是天天炫耀说找了个年薪100万的有钱男朋友吗？可那模样哪像豪门少奶奶啊，简直像在荒野求生。你说她那男朋友不会是那种杀猪盘骗子吧？谁知道呢？她平时那股傲劲儿，只喜欢跟那几个男同事打交道，看咱们这帮女同事就像看空气，除了工作一个字都不多说。以前还挺羡慕她，现在看来这里面的水深着呢。人前显贵，人后受罪，有些苦，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这顿饭我可等了3个月了，梦琪，今天你俩正式官宣，是不是得自罚3杯啊？饶了我吧，让他替我喝。我的错，让你久等了。梦琪，你这回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你知不知道你把谁搞到手了？这位可是邹忌西服的大公子啊！大公子？什么邹忌？我的天哪！你谈了3个月，居然不知道？解放路市中心解放路有那个超大橱窗，看起来特别高级的那家，想起来没？你是说那家百年裁缝铺？对啊，专门做顶级定制西装的那家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那店在陪都时期就出名了，那可是真正的百年老字号啊！你这保密工作做的也太好了吧！邹大公子隐藏的挺深啊，完事再找你算账。行了行了，既然梦琪搞定了邹大公子，那我以后的定制西装是不是能打个折？没问题，梦琪的朋友全部免单。小姐，邹衍，你隐藏的够深啊！当初相亲的时候，你可是亲口跟我说你是做公司运营的，搞了半天你是邹忌的大公子。梦琪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没骗你，我确实是做运营的。我是真的手笨，我爸那一手裁缝绝技，我是一丁点都没继承下来。我握笔杆子行，拿针线那是真不行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你装平凡人的理由。所以我跟我弟分工合作啊，他有天赋，负责在后排做衣服，我脸皮厚，负责在前台卖衣服，管运营。我真没骗你，我每天的工作不就是运营这家店吗？
赵总，这么晚还没休息？这不刚谈完生意，上次你帮我引荐的那位老板项目谈成了，改天一定请你吃饭。你这人脉，全城找不出第二个。我那件旗袍改好了没？上次在你们店里碰到的那个夫人的引荐信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已经在收尾了，王姐您放心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难怪你人脉那么广，难怪你好像什么难事都能解决。去你店里的人非富即贵，你手里握着的哪仅仅是衣服的订单，那是整个市中心最顶级的人脉网。梦琪，经理跳槽的事儿彻底定了，咱们部门现在群龙无首，大家可都盯着那个位置呢。这还用盯吗？论资历，论能力，梦琪姐已经是副经理了，离那个位子就差临门一脚，咱们全员都挺你。别乱说，公事公办，还是看公司的最后考核。小李，我是张总，打电话是来通知你，半年前的项目重启了。什么？您说贵公司重新考量后，决定再次跟我们签约？太好了，感谢您的信任。那个搁浅的项目，客户回头了。天哪，这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啊！梦琪，这经理的位置非你莫属了。梦琪，这次项目起死回生，你立了大功。是总监您指导的好。行了，别谦虚，我看好你。这个位置空出来，我会亲自向总经理推荐你晋升，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。经过公司高层讨论，现宣布部门经理的接任人选严玉。谢谢大家的厚爱。我想说，光埋头干活不行的，眼界和资源才是硬通货。梦琪姐还没回过神呢，多亏你这段时间拼命保住了那个大客户，才让我的经理位子坐得这么稳。颜玉，靠手段得来的东西，你做得安稳吗？你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？努力有什么用？在全市面前，你那点业绩算个屁！总监，为什么？您之前亲口答应过我。梦琪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我没有据理力争，是因为我之前欠程总一个人情，他亲自开口让我还。这次严玉能上位，是程总在上面死保。程总为了严玉，他竟然做到这一步。在这个圈子里，人情债最难还。你能力不错，再等等，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人情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这份人情到底有多贵。梦琪姐，忙着呢，先把手里的活儿停一停。严经理，这几个项目正是收尾的关键时期，为什么要停？我是经理，我说了算。我说这些项目需要重新评估，他们就得停。你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，不好吗？这是小周，是我破格招进来的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你的助理。助理，我现在的项目都停了。还需要助理。梦琪姐，你这么聪明，让小周多跟你学学，以后你休息的时候，他才能接得住你的项目，明白吗？他简直疯了，停了我的项目，还塞个所谓的闺蜜进来当助理，说白了就是想让他的人接手我的资源，最后让我卷铺盖走人。梦琪，先喝口水，为了这种人生气，不值得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，他凭什么一句话就想抢走？如果大领导只讲究人情关系，完全不重视工作实力，这样的公司，我看你还是别待了。我了解过，于是还是有几家不错的同类型公司，规模虽然比不上你现在这家，但发展前景很不错。你要是愿意，写简历，我帮你投，这是第一种办法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但如果你不想就这么走了，另一种办法呢？另一种办法就是去大老板那里，最后为自己争取一次。把事情摊开谈，如果他依旧选择盲听盲信，
你离开也不会有任何遗憾。严玉和程总想要故意恶心我，行啊，就算我最后真的要走，我也得先让他们脱层皮。我要让他们一身腥臊，在这行再也混不下去。师傅，帮我盯着这个地址。这地段可不便宜。李小姐，您是想查什么？查一个谎言。程副总口口声声说徐阳是他的亲侄子，可既然是亲侄子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把徐阳弄进公司？也许是怕别人说他任人唯亲。不，他为了徐阳能放弃原则，甚至提拔严玉那种草包当经理，这说明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如果是亲侄儿，大老板的老婆说不定还会看在程副总的面子上多加关照，可他偏偏把徐阳藏得死死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思来想去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：徐阳的身份见不得光，尤其是不能暴露在他自家老婆面前。我和徐阳交往的时候，特意留心看过他的身份证，这个地址就是他老家的，去查查他的底细，越详细越好。明白了，等我消息。李小姐，你要的东西查到了。说实话，这水比咱们想的深多了。别卖关子，直接说重点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去了徐阳身份证上的地址，那是个老旧的小区。在那儿我拿到了徐阳的出生证明复印件，父亲那一栏写的是程博远。把严玉这种草包提拔封死。这也就是我奇怪的地方。按说亲侄儿进公司，大老板老婆还能关照一下，可他却藏得这么深，这样人根本不能暴露在大老板老婆面前。这根本不是什么侄子，这是亲生儿子。徐阳是跟母姓的，他母亲现在还住在那个老地址，人已经疯了，全靠一个亲戚守着。李小姐，这就是个现代版的陈世美。疯了。当年徐母认识程博远的时候才16岁，程博远那会儿凭着一张帅脸和甜言跨语，哄得人家小姑娘早早辍学打工，供她上大学。拿女人的血汗钱铺路，等自己飞黄腾达了再一脚踢开。没错，徐阳8岁那年，程博远就移情别恋提了分手，那个人叫何娟芝。从那以后，徐母的精神就彻底垮了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程博远当年移情别恋的对象叫什么？叫何娟芝。何娟芝？怎么，你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那是我们公司的财务经理，更是大老板最好的闺蜜。好一个程博远，好一个何娟芝，这对狗男女，一个为了上位抛妻弃子，一个背叛闺蜜偷吃，这瓜要是砸出来，整个公司都得地震。不，现在还不够。职业习惯告诉我，要锤人就得一击即中，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。我要收集更多的证据，银行流水、当年的转账记录，还有那个亲戚的证词。程博远、严玉、徐阳，你们欠下的债，我要你们一次性还清。总不给他出去吧，就是。梦琪姐，你看那徐阳又来了，我看他8成是手头紧，跑来找严经理要零花钱的。他现在是找到了长期饭票，不过程副总肯定不希望他在这里晃悠，万一被大老板老婆撞见，那火就烧到程副总头上。难怪严经理每次都急好好的把他拉到对面咖啡馆，跟做贼似的，原来是为了避嫌啊！避嫌？可惜有的嫌越避越显眼。梦琪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去做戏，抓狐狸尾巴。徐阳，我后悔了。李梦琪，现在说后悔，晚了。现在说后悔，晚了。你看看严玉，她比你漂亮多了，身材也好，
关键是人家不拜金，我要什么他都给我买，你呢？只会让我跟你一起省钱。我不信！你疯了！快放开我！别弄脏我的衣服！哎呦，你掐我干什么？徐阳，跟我走，别跟这个疯女人纠缠。嫌我派金，那你就带着你的富贵梦下地狱去吧。梦琪姐，你在这儿等程副总啊？听说他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刚才在里面还摔了杯子。我等的就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。李梦琪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，项目的事儿去找严经理谈。程副总，你头上好大一只虫！虫子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快，赶紧给我弄掉！快！在那儿，爬进头发里了。您别动，我就把它抓出来。跑了就好，下次注意点，这种东西怎么能进办公室？哟，梦琪姐，还没忙完呢。我看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还在惦记不属于你的男人啊？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识相的主动辞职了，趁现在还能体面点走，赶紧卷铺盖滚蛋，免得等到最后被公司扫地出门，那才叫丑，连面子都掉在地上捡不起来。严经理，这人生的路还长着呢，这最后谁先走还不一定呢。哼，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既然你们喜欢演戏，那我就给你们搭个最大的台子。怎么，我才走了1周，大家都不认识我了？小雅，我不在的这1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梦琪姐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梦琪姐，天塌了！大老板跟二老板闹婚变了。婚变？怎么会闹得全公司都知道？听说就在前天，大老板不知道从哪儿拿到了准信儿，带了一帮人直接把二老板抵在酒店房间里了。你猜怎么着？跟二老板偷情的竟然是财务总监何娟芝，那个大老板最信任的好闺蜜。那大老板能放过他们？怎么可能？大老板当场就疯了。这2天公司大清洗，凡是二老板陈柏元以前安插的人，一个接一个被辞退，连财务部都疯了。我看这公司是真的要彻底变天了。
严女士，请快点，除了私人物品，任何公司资料不得带走，否则我们有权报警。瞧瞧，以前有多得意，现在就有多难看。这就是报应，整天靠着程副总的关系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，还真以为自己是能干的经理呢。李梦琪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干的？严经理，人呀，光靠手段是不行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灾祸。这位置明明就是梦琪姐，偷的抢的，迟早是要还的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我刚打听到第一手内部消息，这次大老板之所以发这么大的火，不光是因为偷情，还有内幕。快说说，程副总平时藏得那么深，到底还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？程副总在外头早就跟别人生了个私生子，这些年一直瞒着大老板养着呢。程副总有儿子，他不是一直说他跟他老婆丁克吗？丁克个屁！竹篮打水一场怕老婆发现，这个严玉啊，就是因为缠上了人家那个私生子，程副总为了安抚未来的儿媳妇儿，才破格提拔他当经理的。那儿子是谁呀？咱们公司的人见过吗？倒是严玉，天天显摆自己找了个金龟婿，还以为捡到了宝，天天当宝贝供着。没想到啊，他那哪是捡宝，是捡了个定时炸弹。这不，炸弹一响，把他的前程和程副总的靠山全都炸成灰了。严女士，别磨蹭了，走吧。有些人总觉得抢来的就是好的，却忘了烂根子长出来的果子，心儿里都是毒的。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，就是以前天天来公司楼下缠着梦琪姐那个口口声声要 AA 制的机器男徐阳。徐阳，那个算盘竟然是程副总的亲儿子。对啊，还好当初梦琪姐眼光好，直接把那垃圾给踢了，没答应复合。在扫除了一些职场毒株后，公司决定对经理一职进行重新考核。事实证明，投机取巧只能得逞一时，唯有真正的实力才能走得长远。李梦琪在业务指标、客户满意度以及突发事件处理上全部拿到了最高分。论资历、论能力，梦琪姐都是绝对的优势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李梦琪升任部门经理，即刻上任。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那个严玉自己作死就算了，竟然还连累我。怎么了这事儿？严玉不是都被开除了吗？还能怎么着你？你们看，这全是催收电话和短信。严玉那个神经病，欠了一屁股网贷没钱还，竟然背着我把我的号码填成紧急联系人。刚才那催债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语气凶得要命。天哪，他平时穿名牌背好包，合着全是借钱装出来的。要是哪天让我碰到他，我非得给他2耳刮子不可。真想不通，他那些钱都花哪儿了？花哪儿了？你们忘了徐阳那个算盘精了？徐阳要什么他买什么，原来是严玉在燃烧自己。那他这火烧的可真够旺的，把自己都快烧成灰了，最后还落得个……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是哪家出来的男模吗？梦琪姐，你什么时候谈了这么帅的男朋友啊？难怪之前一直掖着藏着的，这简直是极品啊！邹燕，你不是说今晚公司要处理人脉网的事儿，特别忙吗？怎么过来了？恭喜你升职，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怎么能缺席？我刚才拼命的干活，终于提前把班加完了，这不，1秒钟都没敢耽误就过来了。梦琪姐，你就传授下经验呗，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宝才能找到这么帅气又优秀的男朋友啊？就是跟这位一比，以前那些所谓的追求者简直就是路边的泥巴。其实哪有什么法宝，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些事才明白，人啊，只有果断告别错的，才能与对的相遇。
姓徐的，严玉那个臭娘们跑了，欠我们的5万块网贷，你是她担保人，赶紧还钱！大哥，那是他借的，我们平时都是 AA 制的，连房租都平摊，凭什么让我还他的债？少废话，你是她男朋友，不找你找谁？梦琪，休息一下。陈博远那边的资产清都已经结束了，大老板一点也没给他留。那是他应得的。听说严玉为了躲债回了老家，徐阳呢？邹总，李小姐，门口有个穿得像乞丐一样的男的，非说他是李小姐的前男友，要进来找您结算账单。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想算什么账。梦琪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徐阳，你来干什么？梦琪，我算过了，当年咱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有几次吃饭是我团购的券，虽然是 AA， 但你应该按原价的1半给我，而不是团购价。还有，我为了借你打车的邮费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亲爹陈博远被开除前挪用了公司一笔款子，最后查出来是进了你的账户。徐阳，既然你爱算账，那我也跟你算算。你父亲程博远这些年非法套取的资金，有一部分证据就在我手里。按照法律，这叫共同犯罪。或者，你把吞进去的钱吐出来还给公司。梦琪，咱们好歹好过，你救救我，那些钱都被严玉挥霍完了。徐阳，咱们已经 AA 清了，你的债你自己背，我的幸福你高攀不起。小陈，把这位算盘先生请出去，别弄脏了我们的地毯。徐阳，你涉嫌非法侵占公司财产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邹衍，一想到我们下周的婚礼，我就感觉自己在做梦一样。傻瓜，这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梦琪，以后你的生活里再也不会有那些算计。我知道，因为我遇到了真正对的人。这是我弟亲手缝制，我亲手运营。这辈子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经验全场。这次咱不 AA。